Take a seat, please. I understand. You are getting rid of me now, and I'm no longer useful. I have finished the Nanshan nuclear power project, and you will drive me away. I know that over the years you have owed money to the bank due to the investment failures. And the Nanshan nuclear power project, with the money you can get at the end of the project, you'll be able to pay all your debts. Besides, it's not just about debt. The amount of the liquidated damages for the non-disclosure agreement you signed can be as high as 10 millions. But you still have a chance. Do you still want to give me another chance? You are very important to me and the Nanshan project. I want to say you're more valuable than Ru Jing. What about the leak? Someone must be responsible. I think you're smart enough and you didn't do such mistakes. Definitely, somebody was put in a trap. Maybe it was Ru Jing. You don't believe it, but actually, she was watching you. Maybe you sent her to watch me. I guess this. You believe whatever you want, but choice is a wisdom. If you choose to go together with me and put the fault on Ru Jing, you can have a toast with me. I am responsible for my own actions.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anyone else. If you leave this room, you lose everything. 伯伯，这话你还真吓不到我。 Careful, everything that you do now is gonna infect your son's life. 你别拿我儿子威胁我，你动谁都可以，不可以动我儿子。在等我吗？明天我会把辞职信交给你。离开的后果，你根本承担不起。我并不想这样。不必了，不必了，走。呀，丁总，过来签 VP1000的代理合同。对呀。天成，你完不成的事儿交给我来做。 好嘞，说心里话，丁总 ，AG 能毁在你手里，我也真很欣慰。你看你搭档比你还怂，蚊子跟当年在秦昌一样，不过这只聪明，知道谁的血脏，它不叮。行了，咱们再也不见了。卢总。 走到这一步了，心可别软。叶总，这个方案我们只用了1周的时间赶出来的，可能还不太完善。问题很多，但方向是对的。接下来，这个方案就是我们主攻的方向。是。喂，老林。喂，说话呀。喂。喂，儿子，刚才信号有点不好，断断续续的。怎么了，老林啊？我这忙着呢。耽误你2分钟啊。那个2句话就好。爸跟你说件事儿，就是我得出趟远门。 出远门去哪儿啊？回美国啊？那个地方，爸这辈子也不想回去了。那你要去哪儿啊？在
可以跟我说一声吗？什么时候走，送你。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满世界跑了，还用你送我？行，你不告诉我你去哪儿可以，那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我等你接你去吧。时间可能不会太短。爸爸呢，想找个地方待一段时间，静一静。哎呀，这忙得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林总啊，老林同志，你还有时间静一静呢？就你那堆业务，还有在中国的市场，你刚铺开摊子，你静得了吗？爸爸已经离开 AG 了。你出什么事儿了，老林？儿子，虽然说，就算你80岁了，在爸爸眼里，你也还是孩子。但是，你这2年真的是长大了，成熟了很多。你已经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了，你一定能照顾好自己，对不对？老林，你到底出什么事儿了？生活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残酷到一点都不给你商量的余地。事情来了，你只能接受。但是这个时候，你最放不下的人，就是你最难的取舍。你能明白吗？我不懂，你告诉我你在哪儿。儿子，听爸爸说，爸爸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找我，或者说，你可以当从来没有过我这个爸爸。行，老林，我也求你一件事啊，你现在是在 AG 公司，还是在高尔夫球场，还是在红梨路的咖啡馆？你不要找我，爸爸这么做是为你好。喂，爸。儿子，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打车过去。你听我说，你不要找我。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现在打车过去找你。你不要找我，儿子。爸爸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反思自己。我这半辈子风光过，成功过，失败过，走到今天。是爸爸自己把路走死了，我回不了头了。我知道了，是因为 AG 的事，对不对？是不是？儿子，爸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找我。你现在是有自己的职业理想，有自己爱的人，只要你幸福，爸爸此生无憾。爸，那这样行吗？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先去找你，然后我陪着你，咱们一起静一静，行吗？儿子，这次真的不行，谁都帮不了我。爸，你别吓我啊，爸！啊，儿子，你记住啊，你是爸爸最爱的那个人。最放不下的那个人。爸，你要是走了，我就没有家了，啊，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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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国家能源局主持召开自主创新3代核电技术合作协调会，
融合中核集团与中广核集团方案，并命名为华龙1号，寓意中华复兴巨龙腾飞。2014年8月，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核安全局联合组织评审，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华龙1号在成熟性、安全性和经济性上已满足3代核电技术要求。随后，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批准玉龙核电厂2期机组采用华龙1号技术方案。保重啊，顺利。小明啊，大公，这可是咱们华龙1号首次面对国际同行的审查，你们每一个人的姓名将被铭刻在中国核工业的发展史上。我祝你们一路平安，凯旋而归。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凯旋而归。出发。China's independent third-generation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is mature and reliable. 2014年12月，华龙1号迎接国际大考。经过紧张的评审答辩，华龙1号通过了反应堆通用设计审查，满足关于先进核电技术的最新设计安全要求。这标志着华龙1号正式拿到了国际通行证。2015年5月7日，华龙1号全球首堆示范工程玉龙2期机组正式开工建设。中国核工业人为之努力了近20年的华龙1号，终于从蓝图开始变为现实。这是我国核工业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实现大幅跃升的集中体现，标志着我国正式拥有了可以规模化发展的自主3代核电技术，对于我国推动建设核工业强国具有重大意义。叶总，员工到了。叶总，员满，工地事儿多，来晚了。没关系，工作重要。我正想跟你说呀，这玉龙2期啊，你作为这个土建工程的总指挥，压力重大呀。但是要把握好工期，如果出现任何问题，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跟各部门的负责人取得联系，及时沟通，马上解决。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啊，其实我对你们公司的施工技术和能力是非常放心的。但是我还是要再强调，在保证安全质量的情况下，要力争摆脱这个首堆必脱的这个魔咒。明白，叶总，接您的车到了，我们该出发了。各位，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呢，就辛苦各位了，拜托各位了。最难打的仗咱们打赢了，最难走的路咱们也走过来了。但是我希望大家呀，不要掉以轻心，因为接下来可能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和困难在等待着我们去解决。要继续保持热情，不管有什么问题，大家都要通力合作。我希望大家一起加油！加油！咱俩得有多长时间没见了？7个多月了吧？时间真够快的。我这次去巴基斯坦啊，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咱俩这次见面才15分钟。我要送你一样东西。我就知道这次一定能见到你。这个算盘是你爷爷送给我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这次是你第一次真正的参与到中国核电的建设中来，我就是希望你以后要秉承着严谨、客观、一丝不苟的态度，去面对你接下来的工作，面对中国的核电事业。爸，其
其实小的时候我就想过，您将来会不会把这个算盘送给我？想不到今天，您真的送给我了。因为你现在已经是项目负责人了，你有这个能力独当一面了。加油，启琛。爸，感谢您对我的信任。您放心，如果我遇到了什么攻克不了的难题，我还是会第一时间给您打电话的。相信自己，没问题的。我真得走了，月月还在等着我呢。加油，叶启琛同志。走了啊，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照顾好团队。您多保重。走。要不停地调整卷扬机的位置，如果不在一条线上，要及时汇报。好的，您再看一下这个。怎么了？都没受伤吧？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都注意安全啊！司经理，照这么断下去，我们肯定没办法按时交股。我们只有9个月工期，一天也不能耽误。田组长，田组长，我们那边的钢出线也断了。经理，我的经验告诉我，肯定是设计上出了问题。田组长，你跟我走。大家当心啊，等我回来啊！好。师傅，不好了，出事了，出大事了！出啥事儿啊？稳当点，天天教你遇事不要慌，处理才妥当，着什么急？喝碗水，慢慢说啊。法斯顿工厂因为穿管工艺出现问题，影响到了咱们订购的蒸汽发生器用的 U 型管的生产进度，而且现在没有办法预估交货时间啊，师傅。道 U 型穿束在廊道，廊道是环形结构，这就要求卷扬机的位置和导向架的位置必须在同一条线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这么干的。可是卷扬机卷着卷着就跑偏了，我们还要花时间把它摆正，时间大部分都浪费在这上。现在不管是技术问题还是施工问题，原定计划18天完成摩擦力试验，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天了，给一个解决方案。不排除是设计瑕疵，但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是工人的施工问题。这样，你先别着急，我回去开个会。什么时候能给方案？1周。我要停工1周？对。那我得请示我师傅。行了，赶紧去开会吧。有不？司经理，这设计师靠谱吗？越看他越不靠谱。您还是换个有经验的设计师来吧。你说啥呢？他对运营力和安全鞘最熟悉了，而且人家是叶总的儿子，非常优秀。他是叶总师的儿子啊？嗯。那更得换人了。他要是干不好，没人责备他，最后背黑锅的全是我们班组。行了，别废话，你赶紧带着所有人重新操作一遍卷扬机，看是不是咱施工技术有问题。来，兄弟们，干活！好嘞，好嘞。当年啊，秦昌核电站并网发电成功之后呢，10几天，咱们就接到了巴基斯坦的一个大订单，照搬秦昌30万千瓦核电站，在巴基斯坦重建一座。89年的11月，正式宣布了这个项目。当时啊，还有很多人不看好这一次的合作。现在想想呢，当年出国参加这次核电站的建设的那些领导还有同事们，真的是坚毅又勇敢。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竟然把巴基斯坦的核电站给建成了。其实我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种勇气、这种魄力和这种魅力，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有的时候好像越不被看好，越充满了斗志，反而越好。是吧？哎，佳明，这次啊，你去巴基斯坦参加核电站建设工作，啊，意义重大。巴基斯坦的机组是华龙1号海外的标志工程，它对咱们国家自主核电技术的走出去都有很大的战略意义，而且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安全利用核能的中国设计、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月月，说心里话，从进院的那一天开始，我就一直盼着这一天。我们华龙1号终于能跟美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同台竞技。哎呀，我还是挺骄傲的。乔主任，我打扰一下啊，你看就是我们那设备什么问题啊？你们采购部能不能解决一下？钟大爷，现在的问题很清楚，法斯顿的工艺达不到我们的标准，要么继续等待，要么取消订单。法斯顿愿意承担全部的损失。不，这不是钱的问题啊，这不是谁承担损失的问题。我这边要设备，我这边跟着进度呢。那人家他都说了造不出来了，我总不能逼着他们造吧？不是，哎，这做不出来，这是你们采购部的问题吧？我这个部门有我这个部的问题，对吧？你们采购部才可以解决问题呀。我们今天有很多问题要解决。哎，你看看那边那么多阀门需要检测呢。U型管的事情我会去想办法再联系其他的厂家，但是你也要给我们采购部一点时间嘛。乔主任，这样，这个时间不等人，要不明天你给我个答复，好不好？好，我尽量。你见过这个人吗？没有见过。谢谢。您好，你见过这个人吗？您好，你见过这个人吗？这个中国那边高一点。对，阿姨，你见过这个人吗？没见过。哎，你过来看看，你见过没有？师傅，麻烦帮我看一下，认不认这个人？这。好的，不客气。好，咱们继续跳。哎，来，继续跳。怎么样了？你那边怎么样？我问过了，都说没见过。小薇呀，你说你这1年多，咱们该做的都做了，你只要一有时间就帮林奇找他爸，你自己的工作也挺忙的。妈，林奇一下班就得去找林处处，他工作也忙，我看了也心疼。现在蒸汽发生器还没到制造阶段，要是后面开始制造安装了，他就得离开秦昌去玉荣了。我就想着能帮一点是一点。行，那把传单给妈，我去那边帮你发去。谢谢。走。师傅，这事不对劲儿。哪不对劲儿？法斯顿公司说什么工艺有问题，这一看就是借口。你继续说。这如果真的是工艺有问题的话，咱们采购部还会继续跟他们合作吗？在这个节骨眼上啊，法斯顿宁愿赔钱也不交这批货，这明显就是有势力在对他进行施压呀。你想啊，咱们华龙1号首队一旦建成了，这许多核电企业的技术一定会被咱们冲击，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这背后肯定有人在捣鬼。你说的有点道理啊。现在采购部的确是太忙了，我们不能等人家联系我们，但我们可以派一个人过去盯着呀，是吧？不影响他们正常工作，我们就上班路上、下班路上堵着他，总能碰见吧？你小子不会是我徒弟啊，挺聪明的。这找谁去啊？我呀？哎，行，不是，师傅，一定得是我。我从小跟我爸啊，我爸带着我去谈生意，那酒桌上这关于采购的事儿，我也大概
八九不离十的，耳濡目染的学到不少。我也知道怎么跟他们打交道，所以这事儿非我莫属了。林奇，最近这一段时间，我知道你每天加班，都在找你的爸爸，你呀特别累，甭想这事儿。哎，找我爸这事儿还有小薇呢吗？不是。哎呀，话说小薇还真是个好孩子啊，这好姑娘。说句题外话啊，你小子一定得好好对着你姑娘。我知道，师傅，不瞒你说啊，我觉得我这辈子的幸运，都用在了遇见孟小薇身上了。你小子，你有这命。哎，师傅，我一直有一个直觉，刚才不是提到老林了吗？我就一直觉着，他没走，还在秦城。父子连心，那就相信你自己的直觉，找就行了。乔主任那边，我再派人。不行，这事必须我去。我没事，我不累啊。这天塌下来了，我当被子盖。您放心吧啊，交给我了。这小子啊！华龙1号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共获得743件。哎，老板，不好意思吧，我回去我再看一眼那个新闻。FCD 是一个核电工程的零点，是一个核电站建设的。啥叫 FCD？The First Concrete Date。核电现场土建工程的正式开工。啥钢盔？我这没钢盔，我有锅盔。不是，The First Concrete Date 就是核电站第一罐混凝土的浇筑日期。它缩写是 FCD。还懂英文？懂一点。这核电站我也懂一点。核电站你也懂？这个核电站就是我儿子跟他们的同事一起建的，是咱们国家自主建造的3代核电，而且据说是全世界安全标准最高的核电站。哦，我们华龙1号在国际核电市场的。不是你这吃完了吗？吃完了。吃完了把账结了，先不走了。哦，好，要关门了。哎，下一步呢，我们也进一步的在扩大在国际。老板，哎。我看您这手艺不错，这附近上班的到饭点是不是都到您这儿来吃饭？那是，我这手艺没得说。老板，您看啊，是这样，我这儿呢，哎，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来的饮料，特别好喝，这2瓶免费赠送，您先喝着啊。如果喝着好，您给我打电话，我给您送，绝对给您全市最低的价，好吧？推销的，哎，对，出去，哎，不，看没看见？啊，认不认中国字？认识。您先别拒绝我，赶紧走吧。免费的，老板啊，求您了。我给您留一联系方式，留一联系方式。来，我姓林，您叫我老林就行啊。老板，谢谢啊。打电话，全市最低折扣。这个事情就赶紧去办一下啊。乔主任。林奇，你怎么没走啊？不是我走了又回来了。哎，乔主任，告诉你钟大爷，不用派你来盯着我，U行馆的事情我会去解决的嘛。哎呀，乔主任，您误会我师傅了。我跟我师傅刚一出来，他就跟我讲了，说你们这阀门这么多，这一天怎么能检查得完呀？我呢，干过运行，搞过科研，对阀门这事儿也特了解。我师傅就说了呀，咱们要互帮互助，特地让我回来做技术支持的。说的我都快信了啊！你别说你这个样子，倒是让我想起我刚进核研院的时候带我入门的师傅了。谁啊？你爸，林主任，现在该叫林总。是吗？这么巧。那会儿我还是个实习生呢。我告诉你啊，我跟你爸我是学了不少的谈判技巧，所以你现在这一套在我面前我都门儿清。哎，乔主任，我师傅他是真着急。这如果蒸汽发生器没有按时组装完成送到玉龙的话，他觉得自己就是历史的罪人。我这个做徒弟的怎么着也得替师傅排忧解难，不是？行，我再想想办法，再给法斯顿那边施加点压力，让他们再争取给我们一次谈判的机会。你看这样行了吗？行啊。那你现在能走了吗？那您先忙，我们之后聊啊。华龙1号预应力系统最有参考价值的对象是VVER机组，因为他们都采用了相同的布置形式，
有着相同的毛家具系统和预应力设计参数，具体差异只是在工程量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分析 VVER 机组的数据，来进行工期、施工手段还有设计的改进项工作。怎么样？有解决方案了吗？我们要先进行差异化分析，然后差异化分析就得1周，后面还有改进项，时间浪费不起了。大家先工作啊，跟我出来。我看他们重新操作了卷扬机啊，没有问题啊，是不是就是你们设计上的问题？就算是设计有问题，你总要给我们时间去解决问题吧？那谁给我时间啊？思琴，我知道工期的事情让你很着急，但是你感觉不到来自4面8方的压力吗？全世界的核电站首队都会脱工，但是我们不能。整体工期72个月，预应力系统9个月。现在就因为钢脚线断裂的问题，我们已经浪费10天了。工程部经理就只有我一个女经理。你知道当初师傅把这事儿交给我的时候，我看他们谁都没说什么。但是我知道，没有一个人相信我能把这事儿干好。我不希望大家质疑我的能力。没有人质疑你的能力，你已经做得非常好了。这样吧，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你把这个问题处理好。怎么处理？继续做差异化分析。我给你个建议吧，不管是什么样的设计，最后都由人来完成。你如果想发现真正的问题，就要到施工现场去。行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有方案告诉我。林奇，哎，乔主任，你怎么还没走啊？时不我待啊，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啊！您看这个时间段，法国那边肯定天都亮了，要不您打个电话试试看？林奇，你急，我也急。法方那边一直都是我亲自在跟进，情况我最了解。关键是，法斯顿他一直在推诿，说是工艺上出了问题，那我能怎么办呢？我建议啊，你回去和钟大爷商量一下。还是另想办法吧。哎，别，乔主任，您看我一直在这儿等着您，我也是挺有诚意的过来的。我们没放弃，您也别放弃，您就当是帮帮我们啊，帮我们再努力，再使点劲儿。要不，您就当是给我爸一个面子，就帮帮我嘛。要不然我没结果的话，我回到了热工所，我那帮同事得笑话死我。您要是着急回去，没事儿，我来开车。您踏踏实实坐在副驾驶，打这个电话啊，我车技还可以，您放心。行了，哎，我真是服了你了。我现在给他们那边打电话，行了吧？哎，行。OK，Thank you。OK。怎么样？你不用送我回去了，那边已经同意明天安排一个电话会议。哎呦，那太好了！乔主任，您要看我有什么能帮上你的，你就直接说，给我打电话，我24小时为您待命。行，我答应你，可以了吧？我替我热工所的全体同仁表示感谢啊！你先别说感谢，我可跟你说啊，你们最好不要对这次会议抱有太大期望。我明白，这很多事儿都是尽人事听天命的嘛。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您。你们要是看到这个人，麻烦打这个电话联系我，谢谢啊。您好，你们要是看到这个人，麻烦打这个电话联系我。好。哎呀，从大白天都发到晚上了，歇一会儿行不行啊，闺女？我不累，你要是累的话，你要不去旁边店里休息一下？妈觉得你累。哎呀，爸，回家吧啊。小薇，阿姨，你怎么才来呀？知道我跟小薇在这发了一天吗？我这下午的时候临时有点事儿给耽误了，实在对不起了，阿姨。妈，你不是饿了吗？咱吃饭去吧。我早就饿了。就这样，我带你们去吃饭，前面有家面馆特别好吃，我请客成吗？
你会了吗？还行。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就去电视台呀，让电视台播老林这个寻人启事不就完了吗？妈呀，能不能想点靠谱的办法呀？我觉得挺靠谱的呀。阿姨，咱就先别聊我爸的事儿了。说点高兴的，启人跟我讲说叶爸去了巴基斯坦，今天是咱们海外华龙1号的首队 FCD。那我也跟你说个好事儿，过几天我们要举办主控室操纵员技术大赛，优胜者还能去华龙1号。要是你过几个月去玉龙了，我也能去。那太好了。老板，面还没好吗？好了好了，来了。哎呀，来，那面，来，别吃，多吃点。来，那面。哎，这个不是那个锅盔吗？对，就是他。您见过这个人？啊，见过。他推销饮料的，今天下午来了，还会说英语，跟我说那个叫什么 FCD。哦，对 ，FCD。这是我父亲，老板。如果您还能见着他的话，您就打这个电话联系我。啊，行。对了，他给我留了个电话，在哪儿呢？我媳妇儿倒垃圾去了，就在街拐角那个垃圾桶里边。哎！小薇，你别动，让我来。哎呀，多脏！快！找到了。林奇，你也别太着急，这至少证明你爸还在秦昌啊，这是个好消息。刚才面馆的人不是说叔叔现在在做推销吗？预计此次路政施工将持续到本月月底。由我国核研院总设计师叶家明带领的团队，今日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施工现场，与巴方核电施工人员进行了首次混凝土浇筑。这是中国完全自主化海外首堆的第一次尝试，也为中国核电技术走出国门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了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为了提高大家问诊和保健意识，有请全区委联合人民医院开展了定期诊断。说心里话呀，这个华龙1号海外首堆开建呢，那倒是真是值得敲锣打鼓的大喜事儿啊！想想咱们国家刚开始发展核电的时候啊，那个设备的国产化率不足1%呀，连块瓷砖，连根铅笔都需要进口啊！那个时候别说是走出去了，你连请进来都很难的。你再看看这时候，我们从跟跑到领跑，从引进到把咱们自己的技术出口到海外去啊！咱们再也不用看那些外国专家的脸色了，这真的是提气呀！是，真提气！来，哎呦，没酒了你，我跟你爸喝。想不到有生之年，我还真赶上了这一天了。我这个老核电人呐，圆满了。亲爱的，您说的没错。但最让我这个曾经一贯坚持引进路线的人激动的是，这么几个字：全面掌握自主知识产权，说明了咱们苦练内功几十年，今天那终于跻身进了核电技术先进国家的行列，再也不用受制于人了啊！你慢点喝。老山呐，你这任期也快满了，忙活了一辈子，
也是时候停下来，好好歇一歇了。是啊，积土为山，积水为海。我这几十年呢，也算是踏踏实实的做了一些实事儿，也算是对得起你们这几位老前辈，对得起这些晚辈们，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了。是，常山，干得漂亮！来，为中国核电技术，中国核电照亮世界！来，喝，让。看着点儿，前面就是了啊。你要找那个姓林的，就住这儿，欠半个月房租了。有人吗？有人吗？是不是不在家？他白天打零工，晚上跑出租，我都逮不着。那我能进去看看吗？那不行，我是有原则的。老板，你怎么才来呀？哎呀，这么大堆东西呢，快搬进去吧！搬进去吧！啊！爸。孟小薇，孟小薇，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就是有点乱。没事，你坐。儿子，我给你倒口水吧。啊，哎，对，我这有饮料，特别好喝，我们公司的啊，现在都供不应求了。你，儿子，晚上咱们俩吃点什么啊？你如果要有事儿还得去忙，那你就先去忙你的啊。你也见到我了，咱们改天啊都可以。爸啊，这1年多，您就一直住在这儿啊？啊，哎，我跟你说，我太喜欢这儿了。以前住大房子的时候，我都睡不了床，我得睡沙发。现在我踏踏实实的睡床，而且倒头就能睡。可不是嘛，一天打3份工，搁谁倒头不能睡呢？时间快到了，这样水位下去，不出10秒就会停队。再等等看。行了吧，咱不住这儿了，走，跟我一起回去。哎，这儿子，你先坐下，听我把话说完啊！听我说，我呀，在这儿住着真挺好的，我哪儿也不想去。这儿环境是差了点儿，但是我以前在 AG 的时候，
稍微多走2步路都喘。现在我一口气跑到5楼，面不改色心不跳。你别看我这些邻居们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但是我告诉你，他们之中卧虎藏龙，不乏商业奇才。做生意嘛，你就得多认识人。你说你爸啊，能力、眼光、经验哪样没有？是不是？所以说我东山再起，指日可待。是，没错。我还记得您跟我说过，您说您不想平庸的过一辈子。对呀，我也没忘。爸说的话不就是这个意思吗？我知道，您不想平庸的过一辈子。我也知道您想靠自己东山再起，但是您至少得告诉我您在哪儿吧？啊，这1年多了，您为了躲我不见我，您把自己藏起来，我们找你找不到，我们有多担心吗？我知道，儿子，我见了好几场，都攒着呢。那您为什么不联系我们呀？是，你看，你这个照片用的太丑了，这太影响我形象了。你手里没有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吗？你要换成那种照片，那我肯定早给你打电话了。都这种情况了，您还有心思在这开玩笑？儿子，记住。人这辈子不管到什么地步，心态都最重要。这口气不能泄，你得顶着。行了，儿子，你也见到我了，爸爸不是也挺好吗？啊，明天还得上班呢，早点回去吧。这样啊，要不您跟我回去，要不我留着陪您。你这就有点让爸爸为难了。爸，您在我心里面一直都是高高大大的样子，就算出现任何事情，都不会轻易的把您给打倒，把您给击垮。您遇到再大的困难，都能勇敢的去面对。我真没想到，您会变成这个样。还有啊，爸，我是您儿子，我躲不了。我也不会躲，您欠下的债，我来帮您去偿还。您告诉我，您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啊？傻儿子，这1年多，你替爸爸扛了很多，爸爸心里都明白啊，爸都知道。爸，您那会儿那么难，都带着我，给了我最好的生活。您现在让我就走了，我怎么能做到呢？我知道，你跑去 AG 跟他们说，那320万美元，你要跟我成为共同债务人，对吧？没错。你知道你来找我是什么感觉吗？我感觉我这1年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躲的不是那一笔钱，爸爸躲的是你。刚出事儿的时候，我周围所有的人都跟我说，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的告诉你儿子。正因为你是我儿子，所以我不能跟你说。因为如果你出现在我身边，这个连带责任你就逃不掉，儿子。那你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这辈子就毁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将寸步难行。你才刚刚开始经营你的人生，爸爸不能让你起点就变成了终点。如果这样的话，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我自己。而且你让我将来怎么有脸去见你妈呀？
你不该来找我，儿子。恭喜啊，小薇，这次技能比武得了第1名。但是不要骄傲，再接再厉。谢谢吴支长。那华龙1号的操纵员呢？小薇啊，咱们秦昌的堆型和操纵系统，跟华龙1号相比相差很大。也就是说，要想成为华龙1号的操纵员，就必须要从零开始，重新考证。而且华龙1号对操纵员的要求非常高。全国最好的操纵员都想去那里。关键是，这次咱们秦昌只有1个名额。但是我向领导推荐了你。谢谢吴支长。我只是推荐啊，能不能成还是要看你自己努力。我会努力的，争取成为华龙1号首批操纵员。这样，小薇啊，你到那里，我建议你先去做调试工作，一边调试，一边考证，这样你就可以更快地熟悉华龙1号的核电技术。明白。您是总师的儿子，我不能让您在这受苦。田组长，我是谁的儿子不重要，在这儿，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华龙1号设计工程师。说起来，还没给您进行正式自我介绍呢。叶启辰。希望咱们一起配合，尽快解决问题。好，我全力配合。我想问一下，您觉得目前最大的施工难点在哪儿？我们班组在刚组建的时候，已经经过司琴经理非常全面和细致化的培训了。可是，我这帮兄弟们啊，把工作流程、操作设备，还有工作内容等等一系列的都培训完了，下到负18米进行摩擦力实验。原本定的工期是18天，可是现在眼瞅着过了一半。我们连个阶段性的成果都没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咱们用的这钢绞线量大不说，长度达到了190米。我们之前合作的中法核电站 M310那钢束线长50米，我们也在短时间内按时按质按量的完成了。现在这钢束线越长它就越难穿，而且还要给它穿成倒 U 字形。我这班兄弟啊，有一半人没做过预应力工程，所以什么？我是说我们要给它穿成倒 U 字形。不是，您刚才说。有一半的工人没有做过预应力工程，这很正常啊。什么？你要重新组建预应力施工班组？田组长的班组有超过一半的工人没有做过预应力工程。我人还不够呢，怎么换人？他们是经过特殊培训的人，你这我没法采纳。思琴，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是目前我能想到的最能节约时间、最合理也是最理智的做法，虽然很不近人情。你知道培养一支工人队伍有多难吗？就算我现在同意换人，磨合期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吧。这个田字格，他参与过中法合作的 M310核电站，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默契。而且你知道吗？他们每班6个人，早上6点就下去了，下午3点上来。24小时轮班干啊，人人一身汗，饭都吃不下。你现在让我去换人，我怎么能答应？我也去过施工现场，我当然知道每一位工人都很辛苦。我们可以把他们调到更适合的岗位，对吗？如果现在我让你去换你的团队，你能答应吗？你也没法答应啊，而且你也是半路出家公关双层翘的。如果你真的想帮我，你赶紧去解决钢束断裂的问题，好吧？设计的问题好解决，但是工人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啊。你负责你的，我负责我的，就这样。小薇，大老远叫我过来。是找到林叔叔了吗？对，我介绍他了。他怎么样？他挺好的。我是有事要跟你说。我也有事想跟你说呢。
我这次考了技能比武的第1名，武师把我推荐到华龙了。要是到时候你去玉荣，我也去玉荣了，这样咱俩才能天天都见到。但是武职说华龙的操纵员有点难考，不过我有信心。你怎么不说话呀？小薇，我带你去个地方。行了，就到这儿吧。老林就住在前面，我不想让你看见我爸变成这个样。我不在乎这些。林叔叔是长辈，也是我最在意的人的父亲，于情于理我来看看都不过分吧。小薇，我粗略的算了一下，我要替我爸还债，以我现在的工资，还个5、60年我都不一定还得上。每个月刨去替我爸还债的钱，我手上就剩下400、500块钱了。准确的来说呢，就431块钱。你跟一个每个月手上只有431块钱的人在一起是没有未来的。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林奇，你跟我说过，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一起面对的。是，我是说过，我还说过我想保护你，我想照顾你，但是我现在没办法了，我没有能力了，孟小薇。我照顾不了你，我保护不了你，但至少别让我拖累你。怎么又拖累的呢，林奇？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要一起面对，我们要一起承担。这不是什么一家人不一家人的事儿。林奇，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什么债务，什么1个月400多块钱，对我来说都没有关系。我就想跟你好好的。如果我今天因为这个原因跟你分手，我会后悔一辈子。小薇，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你开心吗？那就行。小薇，这是我活这么大，我第一次有了恐惧感。我怕了，我怕我承担不起，所以你就当我求求你了，好吗？就当是我自私，让这一切支离破碎的事情来之前，让我们把这份美好保存下来，好吗？小薇，我分开吧。看遥远的期盼，仍在追赶，听风吹雨落后，人去了又散。你倔强的蹒跚，向着大海与青山。你曾说，谢谢你给过我这么好的爱。只是生而平凡。既然你想要选择体面的分开，那我成全你的选择。只要有一天将抵达终点，从小到大，就别问岁月之中，我一直都在习惯怎么跟我爱的，还有爱我的人告别。只要有一站，所以你放心，今天我也一样的走。就别遗憾，也无需不甘，
故事还未完。只愿许多年，仍心怀温暖。就别问尘世之中，往日是否艰难。只愿许多人深爱着你的灿烂，就别遗憾，也无需不甘。人生还漫漫，就别遗憾，也无需不甘。人生还漫漫。怎么没等我呀，儿子？你回来了，那要给你沏啊。哎，那儿，怎么把自己喝成这样了？这是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我跟孟小薇分手了。是为什么呀？是不是因为我呀？跟你有什么关系？不是，儿子，到底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说。喝呀。哎，爸，你觉得你儿子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啊？全世界最好的儿子。但是爸，您知道，我觉得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我觉得我是一特洒脱的人。您看啊，我从小到大，小时候不说了啊，就说我长大以后，我做的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啊，你看，我从国外选择回到咱国内，然后我选择干核电当核电人，我选择去找我师傅钟大爷去搞科研，搞蒸汽发生器，对吧？包括是我选择了喜欢小薇。那我不知道啊，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一想到我跟小薇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那个小薇那个样子，跟她走了之后她那个背影，我就特难受，我特别难受。我以为我会坦然地面对这一切，我会坦然地接受这一切，但是爸，你知道吗？我这儿揪着疼，我特别疼。不是爸，是不是我把他忘了，我就不用承受这一切了啊？但是我忘不了啊，爸，我太难了，我。儿子，别喝了，走，咱们俩去找小薇，跟她再好好谈谈啊。不行，爸，你坐这儿。小薇，她没了我，她还能找到更好的人，但是爸你不一样，你没了我，还有谁能帮你啊？啊！行了，儿子，啊，相信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啊。田组长，我跟你说，我们俩之间的感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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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这是你设计的？啊，没有，我们整个班组一块儿想的。这个设计非常好啊！咱们现在使用的是西奈公司90年代的设备，对华龙1号运营力单根钢束体量的工程来说，确实陈旧了。但要是像你这样把卷扬机和导向架一体化改造，那就没有角度问题了。对的。我马上和承包商商量解决这个方案的可行性。那太好了。启辰，你怎么来了？设计问题的方案解决了吗？我就是来找你说这个事儿的。我有个想法，田组长，我还想去现场，继续跟你们一起工作。叶工，您都去过一次了，我看就不用了吧。一次不够，这一次我想要亲自上手，全面细致地了解所有的施工逻辑。我觉得只有把施工问题捋顺了，才能真正解决设计问题。你确定吗？在地下负18米的地方工作一整天，一般人可受不了的。而且你还要连续跟着出工。我没问题的。田组长，不给你们添麻烦吧？就这么办吧。行，我怎么觉得田组长不大欢迎我呀？在他眼里啊，你就是个文弱书生。工地现场环境复杂，条件艰苦，而且咱们的施工安全是全国最高要求的。你但凡出点问题，他可是要负责任的。我不需要别人为我负责任，我可以的。到了现场，别逞强，注意安全。感谢思琴经理对我的关心。叶工客气了。我昨天一整天都在跟法方沟通这件事情，对方已经明确答复，没有办法合作了。原因呢，我还在打听。林奇，你们蒸发器的 U 型管我肯定会负责到底，只不过呢，我现在还有更棘手的事情。工地现场一大堆需要采购的设备啊，还有卷扬机也要做技术改良，这事儿就更复杂了。我要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土建的预定工期就要连期，我这……那肖主任，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就是您派个人带着我一起想解决办法。你啊，你要来帮我们采购啊？也不是说帮谁吧，只是我觉得我跟你们采购部合作，一起解决 U 型管的事儿，这是最快的解决办法了。我对图纸、数据、实验我都懂，所以谈判我没问题。不过谈钱的事情还得你们来。哎，妈，你们怎么来了？你这也不给我们机会啊！这么快就收拾好了？这个是什么呀？这打拳击的吗？这是？那个是解压神器，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就上去捶2拳。哇，还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啊！哎。小薇啊，晚上回家来吃吧，我给你做点你爱吃的菜。这么隆重啊！你过去啊，肯定是紧锣密鼓的建设，趁在家里面，还不赶紧好好补一补啊！你这孩子啊，好不容易进了华龙，好好的操纵员你不做，非要进什么调试队，那多辛苦啊！妈，那华龙1号现在有几百个系统，几万个设备，那运行起来，那需要调试的项目也都是成千上万个。我现在先去把这些东西都摸清楚，到时候等到了主控室，操纵起来不是就更游刃有余了吗？看看，话虽然这么说，但是华龙毕竟是全球首队，从技术上引进了很多专业的、先进的设计，而这些设计没有任何的经验可谈。一旦投入调试的话，这些先进的设备啊、系统啊都会进行试验，所以你的压力可想而知。到时候要是扛不住了的话，就去找启辰聊一聊吧。啊，毕竟都是一家人，别自己瞎扛着。到
到时候你们2个人相依为命吧，啊，我们也能放心一点。哎呀，你们就放心吧，那我不就是多做几次试验的事儿吗？你想，我现在解决了这些问题，那等到时候不就能减少几次运行顺胎事故吗？就当提前预习了。而且我听说启辰也在现场，我们俩应该都能碰到，挺好。那我们就放心多了。你和林奇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不用扛着。失恋嘛，肯定很难受，要搁谁谁都不好过。特别是你们现在遇到了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我和你叶爸当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当时我在一个市里面的广播电台做播音员，工作挺好的，待遇也很好，领导也很赏识，还有上升的空间。但是你叶爸呢，非常热爱核电，所以我们2个人就必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于是我跟着他来到了秦昌。其实当时也不知道这样的选择是对是错，也很迷茫，也很痛苦，但后来想来想去，觉得人生可能就是不断的被迫选择的过程。选的时候不知道对与错，选完了你会发现，任何的选择和经历都是最好的安排。只要你遵循自己的内心，想好自己到底要什么，什么是你最在乎的。一路妈说的对，其实啊，这人和人之间每一场相遇，每一段关系都有其必然的道理。就像我和你爸，虽然有不愉快，最后也选择了分开，但是我也因为这段经历，有了我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你啊。后来我又遇到你魏叔叔，我觉得很知足，我觉得挺好的。哎呀，刚才你陆妈说的对，我也听明白了，她是希望你能坚持，但是妈希望你能快乐。但凡你觉得这段关系让你痛苦了、难受了，那咱们就尽快翻篇儿，有什么了不起的？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太阳照常升起，你说是不是啊？哎呀，我跟林七可能跟你们说的情况不太一样，就我们俩现在呢，其实都有各自的目标，都有各自想要去做的事情，也都想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到最好，做到最强。哎呀，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吧，可能这就是最好的选择。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们都支持。妈也是。哭不了，我不想哭。你要去找我爸？不行，他现在不想见人。游行馆这成什么样了？我得去找他聚聚精神。行吧，那这样，我把地址给你，我现在也回去。啊，快点回来啊！行，那咱一会儿见啊。U型管这个事儿啊，其实很简单，肯定是有一家大的核电公司警告了马上要和你们合作的供应商，所以他才以工艺技术为借口拒绝跟你们合作。你想啊，这么大一个订单已经到手了，突然不要了，这不合常理。林奇也是这么认为的。目前市面上比较有竞争力的，我觉得最有可能性的，就是 VP1000。罗伯特这个人我了解，净干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可是，咱们的华龙1号首堆已经在建设了，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呀？原因只有一个，让工期拖期。南山核电站买的是 VP1000的技术，工期严重超期。如果华龙1号按时完工的话，那 VP1000的竞争力可就更差了。他不过是想临死
再拉个垫背的。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爸？别急，我估计啊，法斯顿现在一定会跟你们提出要求，比如说要签其他型号的机型，或者说要签一笔长期的大单的采购合同，以弥补其他公司取消订单的损失。这我们也不会同意啊。我觉得不一定啊，师傅。咱们华龙1号需要采购的设备，一共需要7万多台，这最少要签的合同就要300到500个，也就是说分成了3到500个的大的采购包。这大的采购包里面还有小的分包商，我们大概需要向5000多家厂家进行采购，而且不只是买东西啊，我们还要进行全流程的管理，像比如说啊，质量、运输啊、过关、缴税、合规，甚至还要管理后期的安装和维修。这么大的工作量，要想不脱期的话，乔主任那边压力挺大的，没准能同意啊。我给你们支个招吧，你们去找新方电器谈一下合作。据我所知，新方电器跟法斯顿有技术上的合作，它是一家中外合资的企业。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新方电器里面应该有您的老熟人吧？当年这2家公司合作是我促成的。哎，你看看啊，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哎呀，你这真行，你有点正经的行不行？回头我给你个电话，你打给他，就说你是林天成的儿子。您看，我不还是得说是您的儿子吗？这件事提我，可能真管用。叶工，下来歇会儿吧，你都在这待6个小时了。没事，我还能坚持。田司长，解决方案我已经有思路了，但是能不能再试试启动一次卷扬机？叶工，麻烦了。司机经理，忙得怎么样啊？司经理，赶紧签下叶工吧。哎呀，都在这6个小时了，一点都不拿自己当回事儿。谢谢。是不是我把你逼得太紧了？不是因为你，我自己也想赶上进度。华龙1号的意义我们都很清楚，首堆不能拖。可是我看你这个样子，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你之前说的特别对，真的，看设计图跟到施工现场去看，感觉完全不一样。对了，解决方案我已经有思路了。真的？目前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思路，需要进行一下数字模拟，大概方向是钢束线的加固。那好呀，我这边也去催一下卷扬机的技术改良问题，咱们2条腿走路，到时候争取3天之内把改进方案全部定下来。好。那我去找采购沟通一下。去吧。你多休息一会儿再走。知道了。我开完会去找你。不用担心我，快去吧。师傅，谢谢他。说啥呢？叫一声师傅了，这不是当师傅应该做的吗？真的特别感谢。我在想哈，你爸现在在超市搬箱子，又开出租的，实在是有点屈才了。不行啊，还是得想办法让你爸回到核电行业去。我在想啊，不行这事儿就找月月。你爸在院里的时候跟月月的关系最好，这合适吗？月月马上就要退休了，现在让他去管我爸，
这不给人添麻烦的吗？你不懂，我们那个年代，那处的都是革命的友谊，岳院啊最重这种情谊。你爸这么多年保留着中国的国籍，是根儿在这儿。你看刚才咱们分析原料采购的时候，你爸满眼睛放光。行了，这事儿你甭管了啊，我来办。师傅，那就麻烦你了。这是我们分析讨论的结果。之所以会发生断裂，是因为上部和设备接触的地方没有有效咬合部件。为了防止移位，在上部设备和孔道接触的位置，应该放一个碗口状的气口，插入到预用力孔道当中，这样既能方便钢绞线顺利进入孔道，也能防止导向架移位。怎么样？这个方案你觉得可行吗？大家抓紧时间，设计相应的加固配件，图纸一出来，马上交给采购部。好。思琴经理，我这样算是顺利完成任务了吗？我很满意。这林天成啊，是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河研院。他是离开了，可是这么多年，他对秦昌的感情是一点没变呢。他现在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也不了解啊，对不对？我怎么给他安排工作？不是，那就我见面看看他现在的状态，我安排见一下不行吗？行了啊，你听我说，不说他的事儿，说说你的事儿吧。我什么事儿啊？